FDM 3D 列印机的挤出系统对列印品质有很大的影响。如何确认并改善挤出系统？嗨，欢迎来到 Slow， 我是 David。FDM 的挤出系统目前可以归类为两大类，一类是远端挤出，另外一类是近端挤出。两者差距取决于挤出机与热头间的距离。当然也有新型混合型的挤出模式，不过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内。不管是远端挤出还是近端挤出，挤出机的控制精度会直接影响到准确的挤出量。挤出机本身是透过步进马达与控制器控制精度。如之前介绍不该以 3D 列印件校正 XYZ 轴影片中所说，挤出机校正则可以先参考之前的挤出机校正影片。部分挤出机为了拥有更好的解析度，会利用齿轮的减速比方式进行。举个较简单的例子，假设挤出机的解析度本来转一圈为200×16，也就是3200格。如果今天用上一个减速比为4:1的减速齿轮组，就可以将一样的挤出长度解析度放大成原来的4倍，也就是12800格。当然，这种方式并不是没有缺点。使用齿轮就会牵涉到背隙问题，背隙为齿轮齿间的空隙，齿间的空隙会导致主动轮开始旋转后，需要移动一小段距离才会与冲动轮啮合，这也是为什么需要进行挤出机校正的原因之一。远端挤出是挤出机与热头之间的距离会利用一段 PTFE 管连接，连接的管径一般为外径4毫米与内径2毫米的 PTFE 管。如果使用 1.75 毫米的线材，放进内径2毫米的管中，50公分的 PTFE 可以刚好放进50公分的线材。答案是一定会多一点，因为管径与线材的直径有差距，所以线材在管线中会是弯曲的。实际命令挤出机挤10公分的线材，经过 PTFE 管到热头后可能都不到准确的10公分。部分长度由管径与线材间的差距吸收。当然，现在有厂商针对这样的问题，开始提供远端机种使用的特殊 PTFE 管，内径为 1.9 毫米，可以降低线材在管中的弯曲长度，并让线材较顺利到热头中。远端挤出另外一个可能发生的问题点在于 PTFE 管的接头。接头如果没有办法有效固定 PTFE 管，当挤出机送料与抽料时， PTFE 管就会跟着移动，导致无法准确地将固定长度的材料送至热头。这边改用的是油管所使用的紧迫式接头，可以有效固定 PTFE 管在送抽料时不会跟着移动。近端挤出则是将挤出机直接装在热头上方，所以不会有远端挤出 PTFE 管相关的问题。下一个为两种挤出方式都会碰到的喷头问题。喷头的输入内径也会影响列印品质与挤出效果。喷头进料端的内径大小影响喷头本身的压力。线材在喷头内是液态的状态，透过后端固态的线材提供压力，将液态的部分挤出，然后透过回抽降低压力，并以表面张力与大气压力的方式保留液态的部分。如果喷头内径与线材直径差距较多，会无法将线材挤出的压力完全反映在喷头上，压力会从固体线材的侧面泄压，将液态的材料往回挤，并影响到回抽。同时，因为压力不稳定，影响到列印品质。这边可以看到2个不同喷头列印出来的工件，使用一样的 G 扣与设定，只有换掉喷头本身。较大内径的喷头列印出来的品质，在表面上会比较贴近线材直径的粗糙。另外，在喷头转向时，流量不稳定的部分会导致工件稍微变形。本频道目前着重于 FDM 3D 列印机的相关知识推广与技术交流，有不同看法与技巧，欢迎在下方留言交流。我们下次见。